你看，这个世界最昂贵的资产不是黄金，也不是比特币，而是那种不被任何外物撼动的内核。你观察过身边的人吗？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活在一种脆弱中，这种脆性在当今社会简直无处不在。你看看那些在网络上因为一句话就暴跳如雷的人，看看那些在办公室里因为一次小小的挫折就彻底崩溃的精英，他们就像一群光着身子走在荆棘丛里的人，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们极度敏感，他们被自己的不安感操控着，被那些他们自己都不敢承认的欲望像牵线木偶一样玩弄于股掌之间。虽然我们在物质上已经进步到了可以殖民火星的程度，但在精神领域，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原始时代，脆弱得像个婴儿。但有时候，你会撞见一种完全不同的人，这种人身上似乎自带一种防弹衣，那些针对心里的流言蜚语、恶毒谩骂，甚至是精准的操纵手段，在他们身上都会像雨水落在荷叶上一样滑落。当周围的人都因为压力和恐惧而变得面目全非时，他们依然能保持一种让人心生敬畏的定力。这种定力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免疫力。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天生冷血，或者他们运气好，没遇到过什么烂事。其实都不是。我研究过很多关于灵魂的地图，发现这种所谓的超能力其实源于一个老派心理学大师提出的一个极为反直觉的理论，我们可以叫他灵魂的建筑师。他认为通往这种坚不可摧状态的唯一捷径，不是去追求更多的光明，而是去拥抱你最深处的黑暗。这个理论的核心叫做阴影，听起来有点像玄学，但其实它比你每天看到的那些商业报告要真实得多。我们每个人在构建自我的过程中，都会给自己画一个圈，圈子里的是我们想让别人看到的美好的、优秀的、道德的那一部分，我们管它叫自我。而那些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被社会否弃的、被我们自己厌恶的特质，比如贪婪、愤怒、嫉妒、卑鄙，我们并不是真的把它们消灭了，而是把它们扔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就是你的阴影，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影子。你越是想在意识里否认它的存在，它就会变得越发黑暗和浓厚。这就是为什么你总能看到一些极其荒诞的现象。那些在台上满口道德仁义的人，私下里往往有着最不可告人的癖好。那些标榜自己绝对理性的人，往往会在某个深夜因为一点小事陷入狂怒。那些高举善良大旗的人，在撕碎别人的时候，往往最不留情面。这是因为阴影是动态的，它像一个被强行压进水里的皮球，你用的力气越大，它反弹时的破坏力就越惊人。这种阴影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副产品，我们管它叫解离。从小到大，为了获得父母的爱，为了在学校里生存，为了在职场上晋升，我们不得不把那些不被认可的特质强行剔除出去。我们认同了那个经过修剪的体面的自己，而把那个狂野的、真实的，甚至有点邪恶的自己塞进了潜意识。这不是你的错，这是社会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代价往往比你想象的要沉重。问题在于，当你意识不到你的地下室里藏着什么时，它就会从背后接管你的人生。那个建筑师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如果你不能觉察到你的潜意识，它就会操控你的行为，然后你还会感叹这是命运。这正是大多数人容易被操控的根本原因。你的阴影其实就是你身上的按钮。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阴影，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操控的生物。他那些未被察觉的缺陷，就像一根根暴露在外面的导线。比如，一个内心极度自卑但外表装得极其自信的人，只要你轻轻嘲笑他的某些短板，他就会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样瞬间炸裂。这种愤怒其实是一种防御，因为你触碰到了他一直努力隐藏的真相。再比如，一个内心其实并不坚定却表现得极其虔诚的人，只要你质疑他的信条，他就会陷入歇斯底里的辩护中。这不是为了保护真理，而是为了保护他那个摇摇欲坠的自我形象。
只要别人能识别出你的阴影，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玩弄你的情绪，干扰你的思考，甚至左右你的每一个决定。这跟你读过多少书，智商有多高完全没关系。只要你还没看清自己的地下室，你永远都只是个提线木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隐蔽的心理机制，叫做投射。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无法忍受自己身上的某种特质时，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特质存在于别人身上。你讨厌那个总是炫耀的同事，很可能因为你内心深处也有这种强烈的渴望，但你告诉自己那是肤浅的，所以你把它压抑了。当你看到别人这么做时，你的阴影被激活了，所以你产生了远超常理的厌恶。这种投射机制让人们极度容易被煽动。只要有人能触发大众的投射开关，人们的理智就会瞬间关机，情绪会像洪水一样接管一切。他们会对头脑中产生的幻影做出激烈的反应，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回应客观现实。而那些所谓的心理免疫力拥有者，他们做的恰恰相反，他们完成了阴影的整合。当投射发生时，他们能第一时间意识到，他们能分辨出什么是真实的外部威胁，什么是自己头脑中生成的怪物。他们保持平衡，是因为他们不再和那些虚幻的影子作战，而是直接处理现实。当你整合了自己的阴影，那些原本能轻易让你情绪崩溃的攻击，对你来说就只是一组枯燥的信息。你不再是本能的反击，而是有策略的回应，因为你已经不再试图否认那个曾经被你排斥的自己了。这引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悖论：真正的坚不可摧，并非来自于你把自己打造成一块没有裂缝的钢铁，而是来自于你彻底承认了自己的裂缝。这种真正的自我接纳，不是那些鸡汤式的自我安慰，而是一种极其严酷的道德考验。它要求你走上一条看似自我贬低的道路，你必须敢于走进那个阴暗发霉的地下室，打开灯，去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当你正视了自己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怯懦，别人就再也没法用软弱这个词来威胁你。当你承认了自己内心深处也藏着残忍的种子，别人就再也没法用你必须保持善良这种道德枷锁来束缚你。你会发现，那些最强大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标榜完美的人，而是那些对自己的阴暗面了如指掌的人。他们敢于承认自己曾经的自私、贪婪、虚伪和愤怒。正因为他们已经面对过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再也没法在暗地里伤害他们。你可以试着去观察那些敢于袒露自己缺陷的人，他们身上往往有一种莫名的磁场。当别人试图用他已经承认的缺点来羞辱他时，那种攻击就像打在了棉花上，找不到任何着力点。当别人试图用他已经面对过的不安来激怒他时，他只会觉得这是一种多余的表演。那个灵魂建筑师曾描述过这种力量。他说，如果一个人内在的冲突没有被意识到，他就会在外部世界作为命运上演。这意味着，只要你一天不解决内心的矛盾，这个世界就会不停地给你安排各种倒霉事儿，直到你肯看清自己为止。所谓的阴影整合，大致可以分为3步。第一步是识别，这需要你像个冷酷的旁观者一样观察自己，尤其是当你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产生极度强烈的反感时，那就是最好的机会。那个让你情绪爆炸的人，那个让你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人，往往就是你阴影的镜子。你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那个特质会让你反应这么大？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也具备这种潜力，只是你把它藏得太深了？这并不是在为对方的行为开脱，而是为了让你夺回对自己情绪的主权。第2步是接纳，这可能是最难的一步。你要意识到，阴影里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什么外来的恶魔，它们是你生命力的一部分。没有光就没有影。接纳不代表你要去作恶，恰恰相反，一个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作恶但选择不作恶的人，才是真正的善良。那些因为没能力作恶而表现出的善良，本质上只是软弱。第3步是整合，这是要把那些原本具有破坏性的能量转化成建设性的力量。比如，你以前否认自己的攻击性，导致你总是被人欺负。当你整合了这种攻击性，
它就会转化为你健康的边界感和果断的执行力。你以前排斥自己的自私，导致你总是牺牲自己去讨好别人。当你整合了这种自私，它就会转化为你维护正当权益的能力。阴影里的能量是极其庞大的，一旦你学会了驾驭它，它就不再是黑暗，而是你最强大的盟友。当你的心理趋于完整时，任何试图操控你的手段都会失效，因为那些用来勾引你的钩子已经被你亲手拆除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免疫力的威力是巨大的。在感情里，你不再会把伴侣当成你幻想的投射，你能看清那个真实的、不完美的对方，所以你不再会因为一些琐碎的摩擦而歇斯底里。在职场里，当别人试图用流言蜚语来打击你，或者用各种潜规则来打压你时，你会发现自己异常冷静，因为你已经面对过自己内心深处最深的不安。这些外界的把戏在你眼里就像是小孩子的恶作剧。在现在的舆论环境下，这种能力尤其重要。现在的网络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投射场，到处都是被煽动的情绪，到处都是非黑即白的战队。如果你没有这种心理免疫力，你很容易就会变成这个时代的炮灰，被某种宏大的叙事或者卑微的愤怒牵着鼻子走。真正的强大，不是你变得冷酷无情，而是你和那个完整的自我建立了一种深刻的联系。你不再害怕受伤，因为你已经亲手处理过自己最深的伤口。你不再害怕失去，因为你已经拥有了那个不可撼动的内在中心。这种状态，在那些还没经历过阴影整合的人看来，简直就像是神迹。当周围的人都因为恐惧而去声时，你能平静地发声；当群体陷入疯狂的盲从时，你依然能清晰地看见现实。这并不是因为你异于常人，而是因为你完成了一个多数人一辈子都避之不及的任务。你把自己那些被丢弃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捡了回来，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灵魂。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自由的秘密。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谓的自由其实是虚假的，因为他们始终受困于自己未曾察觉的潜意识。真正的自由，是你不再被那些阴影操控，是你敢于带着所有的残缺和黑暗站在阳光下。这条路注定是孤独且艰难的，它需要你对自己有极致的诚实，需要你放下那些虚假的自尊，甚至需要你推翻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自我认知。但如果你真的想变得坚不可摧，这是唯一的道路。别再去寻找那些所谓的积极思维了，那只是在黑暗上刷了一层廉价的白漆。你应该做的是带上一盏灯，勇敢地走进自己的黑暗里。正如那位大师所说，一切的光明都必须穿越黑暗。只有当你让你内心深处的阴影见了光，它才会从一种让你脆弱的负担变成一种让你强大的力量。那个终极的悖论就是，只有你完全承认了自己的弱点，你才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坚强。只有你亲手触碰过最深的痛楚，你才获得了真正的不可撼动。当你最终实现了这种整合，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安静了，那些嘈杂的批评声消失了，那些隐蔽的操纵感消失了，那种随时随地可能崩溃的焦虑也消失了。你依然会遇到挑战，依然会遇到挫折，但你不再是那个一触即碎的玻璃杯，你变成了大海。无论别人投下多大的石块，你都能将其吞没，并保持你原有的深邃和辽阔。这就是人类内在结构的终极奥义。那些愿意正视自己黑暗的人，最终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明亮的存在。他们不需要向外寻求力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力量。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些话让你心底沉寂已久的某个部分被触动了，或者你开始意识到那个一直操控你的影子到底是什么，那么别忘了给我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并点击那个提醒的小铃铛。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心理大变局时代，外界的信息越是嘈杂，内心的定力就越是昂贵。在这个大多数人都活在阴影投影里的世界，如果你能学会这一手，你就已经拥有了最顶级的杠杆。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你曾经在自己身上发现过什么样的阴影，或者哪种类型的评价最容易让你破防？让我们在交流中拆掉那些操纵我们的钩子。记住，真正的英雄主义是看清了内心的全部黑暗后，依然选择完整的活着。